道奇酷威，看是咋换电瓶，一点电都没有。前2天才换的电瓶，门都开不开。门到哪一个是看锁的，遥控没反应啊。前2天在4S店换的电瓶。我以为是4S店。停了多长时间呢？搁这儿？停了3天。3天。但是有一个问题这车前段时间开到别的地方去这是晚上灯闪。晚上灯在闪。你发现过这种情况没有啊？我没发现，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事，这还是别人的事，这没来干。我操杆呢！我说。你帮我扶一下啊。说是晚上在闪。对。你没见过，反正。我没见过，是别人告诉我的。打一下看。之前换电瓶也是因为放几天就不行了。我是3块钱换电瓶。刚才我只是开出去，回家3天没出去嘛，然后出去一下，地连门都开不开。我碰一下看。毛病打人了。你修车子？我们修车，在新家庙。新家庙。我过来把它看。行。你先扣上那个。不是人开了。有，我好感觉工厂有。感觉给油没劲儿。给油没劲儿。这是我前2天帮我聊了摇线了，把他一收拾回来又错误出10多去。你说刚修完的？撂腰线你修啥了？我修上往里载的，刚有事知道吗？发动机我拿回来换这换我瓦塞换的，还啥站在这儿。站在我扶手里，扶手这个风大了它。我操！我那个找有事，你看。我操，花了13000。点火那个花在正时一条这是可。然后现在跑着感觉没劲儿。对。他是这跑着油门踩下去感觉没劲，突然一下嗡上来了。你当时水温高了是吗？水温不高。靠，那咋把缸盖全换了呢？你看这车路上油门轰不上去，挨不动。看我说要换这款，我说你跟我没关系嘛。之后还找个地方修多长时间？修了快1个礼拜了。修了快1个礼拜。你救援，你当时找的也是平台。我怀疑这是咋回事？电瓶哪会跑电嘞？肯定有漏电的地方。
就跟你说的那个情况，大灯它在闪，那就是漏电，知道吧？你当时在高速路上打不着了。打不着。嗯。应该是油呢，不是导致开下高速，这个油门呼不上去。着着呢吗？当时。着着。就是给油门没劲儿了。给油门劲，接不紧。没反应了。啥像那个小我小，那个小我呀，他跑我，也知道到哪。我操，这玩意儿够狠的！给你写的换了2个缸盖，那缸盖也没换呢。我那个骑在车人着，我有换个回来你修。回来他就告诉你说修好了。啊。然后一看单子1万3。啊，当时愣了，知道吧？愣了。愣了，这关键一个人。那你修之前不给你报价吗？修之前他要1两百，我没报价，我就跟他看了。你说一开始报价了，后边没报价。啊。他这个报2千块钱，而且1万多了，他妈愣了。一开始给你报的2000多块钱。啊。修的啥？那跟我抖呢还。把它修完干这活，这油了吧唧的，这油就搁这上面。你想个找技师，咱看不上了，感觉我会做。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漏电。尽管你是新换的电瓶，放个3、5天有可能就没电。你现在不是着急用车吗？你先用，抽时间你得赶紧把这漏电的查喽，得开到店里。来，你松开。我现在先把电给你充好，能让它启动，正常启动了。我一般现在充好了，不明早跑完，等还有没电了。不排除那种可能性。你当时在高速上走不了，然后叫平台叫了个拖车。对，拖那个要线。他就说你就在这儿修吧。然后你就听那个了。听人家，我当时走了，妈的！完了，我说那个吓了一跳着，我说我说这车能卖几个钱？我说修饰。那你没问问他吗？你1万3，我操，你这东西你。我问了，我这喊就去了。你不跟我提前打招呼，你说他们弄啥就弄啥，你他妈要10万我还得给你呢，是不是？关键是那天我是从银川回来以后，到了要想取车，我着急回来一次。着急回西安。我着急得很，给俺喊起我咱也是外地的。那也白搭哈。走。钱也不给你少，一点都不少。我喊了一张走。那怎么弄？你先开，不行了你给我打电话。行。反正你查漏电必须得去店里。行。行。就这么个情况，那100%漏电，电瓶是没问题。如果说电瓶有问题，现在是充不上电的。俺开完平早又打不着了。打不着你直接联系我，咱俩加上微信。行。来，你扫我。行，那就是这，你先用。有时间了你就开店里，然后检查一下漏电。店把那位置发给我。我现在就往位置发。我这两天行，那我把那个还有150。150，你直接转我微信上就行了。单子给你放这儿了。太狠了，这帮人。你当时报警了没有？报警了。警察也来了，也是胡乱说了。我一看那架势啊，我先撤。就是警察也胡燃了。胡燃。就是说警察意思，人家修了你得给人家钱呢，对不对？就跟这是我们差点打起来，知道吧？我自己一看啊，也燃不下啥，算了，吃个亏咱走，赶紧走。对，赶紧办咱自己的事儿啊。行，那就这。行啊，行，咱俩微信联系。好嘞。好，走了啊。把钱过了。他这个一熄火啊，再打不着了。再打没反应？有反应，但是发动机不运转。我看看。
他一松，我刚刚一点着以后知道吧，还给蒙油了，结果就没发动机不转了。刚才你是不是他自己熄了？对，一起步自己熄火了。熄火了。我起一下看。一熄了你不能直接打，你得回了拔掉钥匙，再重新插进去才能打着。对，你的刚才那种情况应该是憋灭了一起，说明这个车运转还是不是特别正常。我意思是啥？这个驾驶明天我也不敢开它了，明天不行，开耽误另外一辆车。你先找个人来把这开回去，开你店去，先给他看看。那我晚点过来。行，你晚点打我电话行吗？你晚点在不在？在，我在家里在。行，那咱就先把车一锁。行。这个开车时候充油，有时候没劲儿，有时候没劲儿，就失去动力了。对，就是。缓了松开再踩有没有？缓了松开以后，它得一个过程。你说这我慢慢说。它正走着呜走着，它油门自己变了，咔，升起来了。就是咔，突然就是说没动力了，然后油门很大的声音，感觉发动机不拉着车走了，在空转。对。然后你松开，它就怠速不是下来吗？对。下来再给油门，动力就又正常了。对，就这。动力就又正常了。对。行吧，那也得检查。行。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漏电。还有一个就是车有时候失去动力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熄火，对，有时候一起步就搞不好就憋熄了。我觉得那个钥匙门呢多少也有点问题，有时候他妈着了一松开，噗它就灭了，对，得慢慢松开它才不灭。刚才反正我是这种感觉。行，我看稍微晚点吧，我带我伙计过来，行，把这车完了咱俩微信联系啊。这个道奇酷威呢，咱们现在已经取回来了。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去找的车主直接让咱开回店里。车主也是一次也没来过咱们店里啊。看一下他现在目前的公里数，212598。打着火，这车就像在坐船一样来回悠啊，问题还挺多。昨天跑回来的时候。这就有问题，怠速悠，然后挂着地档等红灯的时候，那家伙悠得更厉害，喘一样。本来2.7 V6 的应该非常稳，但是呢，这个悠得厉害，缺缸，严重性的缺缸啊。抖的话咱们就不说了，而且开起来那家伙你叫一个肉，根本就像给油门不走。忽然一下动力嗖一下上来了，然后呢，咱们刚才拿电脑读了一下，看一下它现在的故障。咱们看一下它这个故障，一共是9个故障，多个气缸失火，变速箱跳档控制不良，氧传感器3档4档错误比。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维修单子，上下呢我给叠住了，因为我目前的实力还没有那个实力去曝光它，这回头再打咱一顿，对吧？你看，检查发动机故障000，机修工时1200，点火线圈4个，一个235，火压塞6个，85一个510，正时链条张紧器1500，正时壳垫子85，正时壳235。缸盖左边缸盖3250，缸床垫左550，气门油封1320，缸盖右3250，缸床垫右550，机滤55，黄壳机油220，黄壳机油110，也就是加了6升，然后防冻液128，用了2桶256，然后密封胶55，研磨气门工费35，然后
方向机油95，应收材料费13331，合计金额14531。你瞅它抖的这个程度，现在是没有挂档，挂上档抖得更厉害。视频里头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看哪清楚呢？看那防冻液壶，看了吗？这大灰溜抖成那形状。现在这么去看的话，它这个偏壳应该是拆过的，但是呢，缸盖属实不是新的。你瞅缸盖新的，它能是这个颜色吗？对不对？这一看就是经过洗的，但是具体缸盖拆没拆掉咱不清楚啊。这个偏壳应该是拆掉了吧？你看那打的那坨黑乎乎的胶，这胶也太厚了，直接打到外边很多。然后这个发电机皮带张紧器呢，螺丝应该是滑了，可以看到后垫了一个螺丝帽，要么就是滑了，要么就是那个螺丝杆有问题了，然后重新换了个螺丝杆，重新换的这个螺丝杆太长，加了一个帽。这么去看的话，动缸盖下缸盖的可能性不大啊，清洗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咱们目前只能猜测，但是可以确定一点的话，缸盖是没有更换的，2个缸盖就6000的，对吧？连这个油两边里边都有油，这油具体哪来的，现在目前不得而知。看着这个气门室盖是粘上的，拿胶粘上的，应该是从气门室盖这，你看了没有？胶粘的位置渗出来的，这地儿要么就是拆的时候不小心凿漏了，要么就是裂了，凿裂了。防冻液水壶新换的，但是应该不是他这次换的，因为它上面没有写，一旦换的话它上面肯定得写。但是这个水壶底下不知道是安装问题还是说水壶有问题，这玩意儿顺水壶底下全是防冻液漏的，在不停的漏啊。然后其他地方可以看到也有很多油，发电机上油了吧唧的，然后排气管上也全部流的是油，这个变速箱上侧边这下去流的也全是油，这个油污首先是一个大的隐患。魏导演，哎，听你说，我现在检查出来的问题就是，首先你这个动力的问题啊，就是占2点原因：一，发动机多少也有点问题，然后最主要的是变速箱。变速箱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，有时候加油门就没反应，因为我昨天从你那儿开回来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，加油门有时候就没反应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有时候你比方说咱们超个车或者是想提个速，一踩下去半天上不来，闷得很，然后呲一下上来了，就猛挺一下就上来了。对对对。然后我拿电脑读的是变速箱内部打滑，所以说这个情况就得大修变速箱了。这是一点，然后其次，那需要多少钱？其次还有发动机多少也有问题，反正那变速箱你大修一下下来就得6000块钱左右，所以我给你打个电话，我觉得我觉得你没必要投资这车了。我觉得。你想想，咱先简单分析一下，你把变速箱修好了，然后这是6000块钱左右，你发动机现在目前我看状况也不咋好，因为我发现他写的那些给你修的东西也都没弄啥。你说，你把它简单修一下，让能跑，
以后我过去开车，以后我去办事，然后小碗卖算你出。我知道你现在简单修一下，那你就啥也不用动了。现在变速箱你没有太好办法，这打滑这种情况只能大修。而且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当时在高速上就是突然不走了，当时那种情况，我觉得是不是跟发动机没关系啊？你当时是挂上档，然后给油门不走，是吗？那个修车把它颠了，知道吗？那确实把它颠了。所以说我现在跟你说的一个点就是，我怀疑当时不走那种情况就跟变速箱打滑有关系，而不是发动机的问题。这样那就把它成线料呢，到1号31号。所以说我先把这个大问题给你说了。如果说咱觉得没必要投资了，那些漏电啥的就先不用看了。漏电我首先现在初步怀疑，我没有去细给你检查，初步怀疑是那个防盗模块有问题，它导致有时候晚上一直跳双闪。行，你只要修这个保证我能开就行了，看过2天后就1号以后把它卖了算了。对，所以我跟你沟通一下，因为首先这一个变速箱一个大类目出来，修不修就决定了你的决定权了，所以说我跟你沟通一下。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嘞，好。好。兄弟们，你们说等车主来了，我跟他说你维权不维权啊？如果说车主说维权，我有信心把他这个钱给捞回来，而且还得把车修好。底下评论区见，看车主来了问问他。